大家好，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。上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了 Soul X Singer 这款翻唱的一个神器，它不仅可以翻唱，还可以合成音乐，它效果是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广大的这个粉丝朋友们，他们急切都需要整合包。那这一期我已经把整合包都做好了，我将给大家来演示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整合包，以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效果。那左边呢，这边是一串的清唱，也就是你的参考音频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然后下面呢，这个是我们待合成的音乐。南路雨片似雪花，饮泣的你懂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合成的效果，就是要通过把上面的这个音色给它灌入到下面这首歌里面，同时要保持它的一个节奏旋律。OK， 让我们来看到它合成后的效果。南路雨片似雪花，饮泣的你懂吗？這風浪我給你磨到有襟花。大家看是不是非常好啊？对，那我本期整合包呢，实现的就是跟它一模一样的一个效果。然后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整合包要怎么样去使用啊。首先呢，我这边是给大家做了2版的一个整合包。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整合包需要做什么啊。首先呢，它的原仓库在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文件说明的话呢，它是分成2个安装包，就是一个是 GPU 版本的，那一个是 CPU 版本的。那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的是呢，我建议大家有 GPU 版本的，尽量都是用 GPU 的啊，因为它速度会快很多。CPU 版本的它也能用，但是它实测下来的话，速度会慢不少啊。我的那个本地的运行环境是什么呢？首先是我是 Win10的啊，如果你是 Win11的都 OK。显卡的话呢，你只要有因为达到显卡，你至少要有8G 以上的显存吧，或者是越大越好。OK， 然后驱动的话呢，大概是这个版本号。然后呢，我的 PyTorch 的版本也是12.4，我的 CUDA Tuki 的编译的版本是12.4，然后呢 CUDA 的版本是12.9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大家把这个安装包下到本地之后呢，非常简单，你只要把它下载到本地，然后呢把它解压好以后，然后双击打开一键合成。一个是音乐合成，一个是音乐翻唱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做翻唱效果了。然后具体的效果的话，我为大家也可以演示一下啊，这边是已经录好，我已经合成好的，我们可以听一听。Well, you done me in your bed, I felt it. I tried to beat you, but you're so hot that I melted.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. 是不是很好啊？对，在你的电脑上也可以实现。OK，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具体怎么用啊。大家来到这个网页之后呢，我们点击这个文件和版本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这边是上传了2个压缩包，一个是 GPU， 一个是 CPU 啊。那个 GPU 的可能要大点，大概是15G， 然后呢 CPU 的大概是13G 左右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2个文件分别给它下载到本地之后，举个例子，我以 GPU 为例啊，下载到本地以后呢，你就会来到这样一个文件夹。啊，你解压之后的，那我们怎么启动呢？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 bat 文件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演示的是以一键合成，我们双击它，你只要双击它，然后稍微等一下就好了。因为第一次的话呢，它可能会要配环境，或者是说要加载模型会稍微慢一点啊。后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了啊。我们稍等一下啊。我们看到现在出现这一串端口啊7860和它的一个地址之后呢，就代表它已经本地部署成功了。然后我们点击那个键盘的 Ctrl 加鼠标的左键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就已经起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上一期给大家讲过的那些内容。那怎么样去合成音乐啊？如果大家有不了解的话呢，可以去看上一期啊。那我上一期专门讲解了怎么样去合成音乐，怎么样去进行音乐翻唱啊。这个视频讲的非常详细。那我这边的话，我就不给大家去详细讲解了，我们直接看一下它合成的一个效果啊。这里还是以粤语的为例吧。我们点击合成，我们这边是有标记，这个是 GPU 版的啊，然后呢，它的是音乐合成，對，就已經合成好了，然後我們可以稍微聽一下。我的心情又像真該等被揭開，嘴巴卻在任千台。OK， 然後呢，這是其中一個功能。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顯存大概也是8G 左右，然後我們可以關掉啊，我們再試一下另外一個。同樣的，我們把壓縮包解壓之後，我們雙擊這個翻唱。我們會稍等一下，那我們看見我們的 GPU 目前也是來到了一個7的一個水平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這邊出現的這個端口號啊，就代表它啟動成功了。然後我們還是按住鍵盤 Ctrl 加鼠標左鍵 ，OK， 我們來到新的這個端口7861，然後我們可以
同样的，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边去给它加载这个示例的音频啊，大家点一下，这边音频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合成。那效果是什么样的？就是我一开头给大家演示的啊，这个我就不重复给大家演示了，反正是挺好的。那如果你不要用它这个本地的这个参考音频，包括你想要自己上传音频，你就把这擦掉，然后在这里点击上传音频，这个是参考音频，然后这边呢是你要带合成的一个音频。那这个时间是有一个上限的，你可以自己去调。怎么调的话呢？大家可以看我上期的视频啊，这我都有详细的一个讲解。那本期呢，我就要在上期没有讲的一个基础上呢，给大家去讲一些更深入的内容，就是怎么样去手动去修正它转录的一个结果啊，这个是比较高阶的一些操作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到我们的还是以 GPU 版的为例啊 ，CPU 也是类似啊 ，CPU 的话呢，大家还是把这个解压包下在本地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键翻唱音乐、一键合成音乐啊，你想进行哪个功能，你就点击哪个就好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高阶操作，首先我们来到这个目录，然后我们进入这个 example， 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是 audio， 一个是 transcription。那我们先来到这个 audio 吧，这有很多示例的音乐啊，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播放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做的是这个，就是我们要去给它手动去转录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来到这个文件夹，这个我们已经进去了啊。我这里是用的是用的这个 VS Code， 你用那个 CMD 命也是一样的啊，都行。你看啊，首先大家要注意，我是已经来到这个虚拟环境了啊，自己抓好了这个虚拟环境。然后呢，你这边呢，来到它的项目跟目录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执行这一串命令。那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，可以放大看一下啊，这样比较清晰。首先就是这一个是你要处理的这个音频啊，它的路径啊，我是给它放在这个example audio， 然后下面，然后这个是你要处理之后保存的一个路径，然后底下的是这个音乐的语种啊，中文、英语、粤语它都支持。Device 的话，这是 CUDA， 是用的是 GPU 啊，您的话就是单显卡，然后其他的这些你保持默认写 true 就好了。这个是风格声音的啊，这个是进行那个 MIDI 的那个转录的，然后这个是最大的那个融合的那个时长，这里是毫秒啊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它复制一下。我们给它放在这个命令行里面，我们点击粘贴，然后我们点击回车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啊，在这个 Music 这个目录下，它会生成一些新的音乐文件。这本来这个文件夹是空的，对吧？等下马上就会有东西会出来啊，它正在生成，大家也看到啊。OK， 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多出来几个文件了啊，有切割的这个音频啊，有那个长音频切割的，还有这个是它的人声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 Meta JSON。这是它的原数据，后面会用到啊。我双击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长成这样子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是它的那个索引，这是它的语种啊，这是它的时间，然后这是它每一句话持续的多久。好，这个是它的一个文本信息，也就是它的字幕。那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些偏差了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看到它这里说我遇上诗你啊，这个地方肯定就读错了嘛。这个是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去调整的啊，怎么调整？我接下来给大家继续讲。然后底下这个是属于音素，然后像这种 SP 括号的话，它就是属于分隔符，这个就是它的音高，然后还有它的一些标注类型，以及它的一个那个音高的一些那种标注法，这个是跟那种音乐专业的小伙伴可能会比较了解啊。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背景声嘛，类似于啊，然后这个也是它音高文件，我们不用管，我们关注的是这个 JSON 文件。那第一步我们已经执行完了啊，给大家讲呢，它主要这些文件。然后到了第二步的话呢，我们要去生成这个 Worker 这个 MID 文件。这个文件呢，它就是用来去给它做转录用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执行这一串命令啊。这一串命令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可以放大看一下啊，也比较好理解啊。就是你执行把这个你上一步生成的这个 Meta JSON 的路径给它写进去啊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你要生成的这个文件，我们就叫做 Worker MID。OK， 你复制一下，还是来到这个根目录，我们执行一下。我们点击回车，我们稍等一下，它已经生成了 Worker MID， 对，它已经出来了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东西。第三步的话，就是要用这个一个在线编辑器，我们点击这个东西，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啊。这个页面的话，大家一开始可能感觉有点高大上，不太熟啊，你不要太担心，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音频对齐的一个工具啊，就给你做微调的。那我们首先点击这个地方，点击导入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 MID 文件，选动它啊，来给它放大看一下。我们选动这个 MID。然后我们点击打开，它就导入进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些歌词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呢，你还要做一步的是，你要点这个对齐音频导入啊，把它点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选的这个 ACC 这个文件也是刚才生成的。这个时候呢，
它就有音频又有歌词了啊。然后你可以点击一下播放，它就会把这个音乐给它播放出来。我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对白 OK， 我们刚才那一步其实检查出了问题，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给它修正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点一下这个，他说我遇上谁，我们再听一下，它是我遇见谁，遇见谁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要改这个上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改成见，这就是做微调了，就是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。然后这个诗是遇见谁，那这个地方就要打成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你的话是多余的，要删掉，我们可以按住键盘的 delete。然后还有这边也有一个空格，也是要删的。OK， 这样的话就已经调对了。然后我们再来听一遍。我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对白 OK， 这就对了。到这一步之后，我们再点击这个导出啊，导出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可以给它命名 Vocal Edit， 就是编辑之后的这个 MID。OK， 那这个导出到本地之后，我们看到我们就来到这个修改之后的这个文件了啊。OK， 这是我们生成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到这一步之后呢，我们就需要用这一个命令，就是用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 MID 这个文件呢，我们去给它合成新的那个元数据，这个 MetaJSON， 我们是编辑之后的 edit MetaJSON， 我们把它给复制一下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点击回车 ，OK， 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 edit JSON 就是我们编辑之后的。来，我们双击打开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它就已经被我们修正后了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后面它也会同步的变啊，所以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。然后这个元数据你改了之后，你要做啥呢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就是然后这里有很多样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随便点嘛。我举例子啊，比如说普通话，你点进去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 MID 文件？我们就用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东西来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就是 Vocal Edit， 我们点打开，这个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音乐对应的元数据这些都给它加载进来，就是这样去处理的，不然明白了。然后具体的合成音乐也比较简单啊，就我上一节课大家已经给大家讲过，大家也去看一下。就是这个是它的参考音频，这个是它的那个待合成的音频，对，然后你这是你音频对应的这个元数据，元数据怎么处理的？刚才我给大家已经演示了，然后你要合成，你就点这里啊。至于它旋律控制或者是乐谱控制，这个你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啊。然后是否变调这些，一般是保持默认就好了。OK， 那这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操作过程。但是还有一些细节，这是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我给大家顺便提一点啊。首先呢，第一眼呢是。就是在我们在合成这个音乐的时候啊，就第一类要注意的点，就是目前我这个显存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来到13的一个水平，那实际上是因为我同时开了音乐合成和音乐那个翻唱。如果你的显存没有那么高的话呢，我建议大家呢，你要做翻唱的时候呢，你就只开一个啊，你要做合成你就只开它啊，这样的话呢显存占用没那么大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的话，就是比如说你在做翻唱的时候呢，我测过，大概如果是一首5分钟的歌的话，它大概只要3分钟左右就可以合成啊。以我的显卡来看的话，那大家如果觉得时间久的话呢，你可以把这个采样步数啊，这个参数，你可以给它适当调小一些，但是不能太少，因为你调太少的话，它合成的这个音乐呢，它会失真，它效果没那么好，所以你自己可以去调一调啊。小的话会加速，但是呢，效果会有一定的折扣，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点。再就是呢，当我们在本地无限生成音乐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些生成的一些缓存，那这些文件是在哪里呢？大家记住啊，这里是有一个 output 的文件夹啊，你点开它 ，output 这里面呢，它有一个这 SVC 就是翻唱 ，synthesis 就是合成，合成你看啊，刚刚这就是我刚刚合成生成的啊。如果你觉得你不要了，你可以把它给清空掉，给删掉。不然的话，它就随着你合成的音乐很多，这个地方就还挺占空间的啊，就是这意思。你也可以把它给清掉 ，OK， 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点。然后最后一个点的话呢，就是要注意这个 SVC 和那个 SVS 的区别。就是如果你是要去做歌声合成，那么你的输入就是歌词或者是一些旋律，然后呢，你用指定的声音，它可以唱出来。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要去做声音的这个翻唱转化的话呢，那么就是把 B 唱的歌用 A 的声音再唱一遍，那么你就用那个声音的转换就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两个解压包的话呢，大家直接去来到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网站，你要在这个地方点击下载就好了。OK，
你点击下载就好了，很方便的。OK， 那本期课程相关的所有的资源我都会放在评论区置顶，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去取用。那如果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进行留言，我都会一一进行答复的。那我们本期内容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也请支持一下我的创作，帮我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那么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